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药，我还你双倍的银锭。爽快！天亮之前，是否能找到大渊火烧？找不到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别急啊！你不是说金葱蓉珍贵吗？那你想想，如果你是下毒的，你会让那些商品在普通的商货吗？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走。我说你，身为女儿身，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儿？什么叫正经事儿啊？那养在深闺中，最后当个和亲公主，那就是正经事儿了。这边。哎，哦，好了啊，哎，下次再来啊。好，给您钱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慢走啊。小 K 哥，哎，生意挺好的。还好。怎么，迷魂散又都用完了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你买一味药材的。什么药材啊？金葱蓉，听说过吗？金葱蓉，我岂止是听说过，我就是摆弄金葱蓉的行家。就连大渊国供的金葱蓉都是从我这儿拿去的。大渊国供？对啊，去年旱灾，大渊的金葱蓉全部毁了，都旱死了。我就瞅准这个时机，我就把那个老小子那里所有的库存金葱蓉，我全部给买断了。随后我高价转手卖给了大渊的国库。哎呦，那不赚大发了？那是啊，这还没完呢。今年这老小子又来了，他一看我用金葱蓉挣了这么多钱，给他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，悔得一段一段的。哎，有时候我在想啊，那小子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他又买走了我今年新收购的所有的金葱蓉，还是高价收购的。我就想啊，你像去年有旱灾，金葱蓉涨价了，今年这风调雨顺的，药材不会涨价呀，只会跌呀。他怎么那么蠢啊？不是他蠢，是你黑哥呀太精明，没法弄。哎，小黑哥，等等，你刚才说金葱蓉都被那个人给买走了，那你手上不是没货了？对啊，没货了，整个黑市都没货了。糟了，哥哥，怎么办啊？故意让货商贩卖给大渊，再通过大渊进贡到各国。不过这毒药究竟是什么呢？连国医都看不出来，而且只对翁归于我有效。哎，你说这金葱蓉和什么一起吃下去，会让人觉得心绞痛，甚至吐血不止吗？你说什么笑呢？这金葱蓉可是重伤圣药，特别对那个常年的外伤，那特别有作用。你要给他吃了，围着这乌孙跑2圈都不带气喘的，他怎么能吃得吐血呢？你给他吃多了吧？常年外伤，原来如此。这金葱蓉药性本无毒，是医治重伤的良药。但这批金葱蓉是被人下了毒的，毒性专门针对重伤之人，所以国医和解忧长药并未异常，但对重伤的翁归而言，却是致命的。金葱蓉是各国国王赏赐大臣的，大臣中常年外伤积累的是将军。哼，这个幕后的老小子，处心积虑将药材送到各国，是要将刀刃伸向外防咽喉啊！哥哥，哥哥，小黑哥说整个黑市都没有了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你说，刚才你所说的那个老小子长什么样？他每次来都是蒙了面的，根本看不清他什么面目。
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每次走的时候一转身，这个脖子上有块胎记，我看清了。多谢。银子，哎，我说漂亮小哥，要不你也来点迷魂散，给他用。哎，等等我！喂，你怎么找那个老小子啊？既然有胎记，就一定能找到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我知道他是谁，你怎么陷我啊？太医已经回去歇息了。嗯。阿彩，把这些银子给监狱的狱卒，把这些饭菜给大陆送过去。这是，大陆知道文归平安，就不会跟昆明怄气了。快去啊！嗯。你们让开，别拦着我了，让开呀！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小苍狼啊？哎呦，我说妹妹啊，你这冒冒失失的闯进去，万一他又吐血该怎么办啊？可是，吵什么呀？右夫人，再吵就把温归吵醒了。公主，找到药了吗，怀大人？啊，公主，这治愈重伤的药，我们一直在找，但是想尽办法都找不到，恐怕温归是过不了今夜了。过不了今夜了。药？你们要什么药啊？小苍狼他怎么了？啊，金从容。金从容。金从容。早说呀，我有。我哥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，把仓库全给烧了。幸亏我偷偷藏了几支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快去！这个阿依拉呀，有一个跟他截然不同的哥哥。嗯，公主，下毒的人是长山西侯。喝了。再喝一口。醒了，这金从容还真是神奇啊！幸亏我偷偷藏了几只，不然全被我哥糟蹋了。小苍狼，小苍狼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父亲呢？他很好，你再喝2口药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能见到他了。来，大口喝。怀大哥，在温归醒来之前，不要告诉他大陆的事情。啊，公主，你这是打算去见昆弥？我同意，长山西侯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整个王庭，昆弥不会放过他的。
我还不打算揭穿常山西侯。为什么？打蛇打7寸，光凭一个商人的一面之词，不但扳不倒他，我们还会惹上污蔑重臣的罪名。再说，阿依拉这么善良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温归也醒不过来。我真的不想连累他。怀大哥，你留下来帮我照顾温归，一旦有什么事情，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诺。风凉。你怎么知道常山西侯脖子后面有块胎记？什么时候看见的？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当然是洗澡的时候了。你不知道，我最喜欢偷看别人洗澡吗？昆明，已经不早了，当心身子。啊，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再看一会儿。昆明，你来了，说明温归他醒了。回昆明，解由给温归将军针灸了中府穴，再服用了太后的金葱茸，他恢复神速。你还敢给温归服用金葱茸？太后以德服人，她绝不会害自己的亲侄，解由信任她。古一向赏罚分明，这次右夫人就指温归得利，回宫等赏吧。昆明，哎，你若是想给他们求情，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国医乃一介女流。大陆又是温归将军的父亲，情急之下说了一些胡话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什么情有可原？他们诬陷太后，言辞犯上，这都是重罪。你与大陆是叔侄，所以你该了解他的性子。无论他说了什么，肯定是无心的。有没有心，姑自有判断，不用夫人提醒。解由只是担心大陆入狱以后，可能会对朝堂之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后宫插手了？右夫人，别忘了你的身份。昆明，国医是我带来的，他不懂事，说错了话，惹怒了太后，误导了大陆，解由难辞其咎。可是你能不能看在温归将军身体虚弱的份上，宽恕大陆呢？我刚才的话，你还没听懂吗？请昆明宽恕大陆和国医。真想跟我对着干？如果你一定要问斩他们2人，那解由只能同死谢罪。这事没得商量。昆明若是不答应，解由便会在此长跪不起。姑要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才会明白？威胁对姑没用，你既然爱跪，就跪着吧。
昆明，北庭战事连连，还望昆明早日抉择将军人选。老臣以为，那林虞侯副将跟随莫振离将军南征北战多年，他，昆明，温归醒了。臣等恭贺温归将军康复。孤本有意让温归接任这戍边将军一职，不过他最近身体不好，所以稍后再议。3天之内，孤对此事必有定夺。温归将军，太医，怎么样，太医？没想到我这条命这么硬吧？恭喜啊！这次我能够恢复，全凭太医你的悉心照料。我一定启禀昆明，好好的嘉奖你。臣愧不敢当。行了，没什么事情，就下去吧。喂。派人跟着他，他一旦出城，即可通知我。是。你这一脸愁苦的，你怎么了？将军，属下实在不敢隐瞒，您病重之际，大陆出口激怒昆明，被打入大牢。解忧他也瞒着我，他人呢？右夫人昨夜去见昆明，至今未归。去，叫人来给我更衣。去。是。右夫人在这儿跪了一整夜了，这又是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？请回禀昆明，解忧不是在施计，而是在表决心，希望昆明能宽恕他们2人的罪过。解忧就一直跪着，一直到我死。那我再去跟昆明说说。这个固执的家伙，跟孤较劲的本事倒是不小。昆明，不必求情，他爱跪就让他跪去。昆明，怎么了？昆明，一群大臣跪在太后的寝宫外面说，不是求太后手下留情，不要杀了大陆。什么？走。参见昆明。你们胆敢到太后寝宫闹事，眼里还有没有这个昆明？昆明，臣等万不得已，只求保大陆一命啊！朝堂上的事情到朝堂上解决，你们找太后做什么？昆明，此事因太后而起，我们只能找太后求情了。大胆！你们可都是朝廷重臣，怎可拿道听途说的消息来污蔑太后？是翁将军亲自传信，昆明，你就不要再瞒我们了。昆明，大陆和温归将军都是皇室血脉，请昆明和太后念在老昆明的旨意，善待他们父子2人。你恳请昆明，恳请昆明。好，好，
既然你们一个个都心系大陆，那好，孤成全你们，那就到牢中去陪他吧。来人，带走！昆明饶命啊！母后，让您受惊了，孤来晚了。昆明，太后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母后，这事儿是孤没有处理好。这不关昆明的事，怪就怪温归太咄咄逼人。我好心赏赐的药材，他居然……起来吧。虎姑就是不明白，如果没有那些大渊药材，温归恐怕都过不了这趟鬼门关。他怎么能害救他的人呢？母后，这事儿不能完全怪温归，是孤把大陆囚禁了。你说什么？大陆他言辞犯上，如果我不处理他，那以后还如何服众啊？可是，昆明莫忘了母后常说的话。母后放心，孤自有分寸。既然连夜把我救醒，为何不让我来处理此事？因为我担心你的身体。你担心我的身体，我就不担心你了吗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感情的事情是不能一直退让的。不知道哪一天，你就会退让到连多说一句话、多看一眼都觉得奢侈的境地。你选择去戍边，是因为已经无路可退了吗？我选择去戍边，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。起来吧，别跪了。昆迷，他不喜欢被人威胁。我不能走。以他对我的了解，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了，他一定知道你来过了。知道就知道，总比你把腿跪瘸了好。你为了我，宁可终生戍边，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。就让为你跪一次吧。解忧，你说，是不是我们两个人都生错了地方？没有。若不是生在此地，你我怎能相遇呢？彼此心里装着对方，也没有什么怨恨和遗憾了。只是我好羡慕你，可以逃得远远的。眼下局势复杂，恐怕我也不能随你所愿，逃离这一切，去当我的戍边将军。解忧，你说，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，是会记挂一生，还是会两两相望？
既然命中注定，又怎么会分开？既然已经分开了，破镜难圆，那就让我们用一生去努力。可是放弃，不是努力就能做得到的。回禀侯爷，他跑了。跑了？他早已安顿好家眷，连夜出城逃跑了。侯爷放心，我已派人去追，一定将他灭口。还不快去！喂。陈文圭叩见昆明。谷已经不胜烦扰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昆明啊，我这自打清醒以来，耳边就一直有人跟我说，谁谁谁又被关进大牢，我也是被烦得不行了才来烦你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放出流言，煽动那些大臣去惊扰太后，我至于这样吗？平日以为你只是烈性贪玩，不至于行事鲁莽。可是你这次，啊，太荒唐了！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你先坐，我这好不容易病愈，你陪我说几句话。来，先坐。王兄，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偷偷溜去特克斯草原，没想到碰到2只野狼的事情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我还记得当时那2只野狼把我们围了起来，眼见着野狼都已经露出了獠牙，在我们觉得必死无疑的时候，那2只野狼自己却打起来了。他们本是草原的领主，有着强大的力量，有着滔天的野心。他们明明可以分别猎杀我们，然后再分享肉食，可是他们却没有。他们宁可自己吃不下，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猎物。那2只野狼拼得你死我活，2败俱伤，最后的结果却是我们2个人捡回了性命。你想说什么？生活在野狼身边的人，就如同当年的你我一样，不知道多希望看到2只野狼打起来。只有我们2败俱伤，他们才能生存下去。王兄，你知道我生母早亡，太后与我就像母亲一样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宁愿冒犯你，也不会冒犯太后的。所以，义硕和我父亲的事情，还请王兄明察，还他们2个人一个清白。义硕的事情，我当然会查清楚，还他清白。可你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我言辞犯上，这是重罪，不是你讲几个故事就能平息的。翁圭就是为此替父亲来向昆明请罪的。王兄，他是我的亲生父亲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放手不管了。你管？你要怎么管？啊？你也想学右夫人在这里长跪不起？我不是女儿家，自然不会耍这些无赖。父亲他身为朝廷重臣，以下犯上，冒犯昆弥，本是死罪。
但还请昆弥念在他过往功劳的份上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翁归也愿以性命相保，此类事情绝不再发生。为表悔意，我们父子二人愿拿出封地5年赋税，赠与戍边将士。记得，明天亲自去向太后请罪。谢昆弥恩典。起来吧。公主，公主，艺硕，你怎么来了？都是艺硕莽撞，连累了公主。大陆呢？放心，大陆已经被接回去了。是昆明让你来的吗？是翁归殿下，他说你要见我，才会乖乖回去的。这家伙总算是说了一句懂事的话，看来他是彻底好了。你说，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，是会记挂一生，还是会两两相忘啊？我选择去戍边。个德行啊！别忘了，右夫人可是我的师傅。师傅？什么师傅啊？别跟我扯别的，你到底干嘛来了？这只无毒的金葱茸呢，是我从阿依腊手里头，不是拿来的。它不是给你吃的，是拿来揭发常山西侯用的。你跟常山西侯有私仇啊？没有啊，我冯辽一身正气，就是看不惯这些奸臣罢了。那么巧，我翁归也一身正气。不过呢，这时机不成熟，我是不会动手的。所以这个金从容，还是先留给我吃吧。哼，冯姑娘放心，翁归不会手软，不会让这些奸臣得逞的。你确定不要喝点茶？皇宫是个污浊的地方，但为了报仇，我必须留下来。臣叩谢昆弥不杀之恩，昆弥万福。起来吧。谢昆弥。诸位都是朝廷重臣，以后还望能恪己守礼，凡事三思而后行。谨遵昆弥旨意。陈翁归，自荐边境大将，我愿以皇家之名驻守边境，保乌孙昌平。翁归啊，姑昨天回去以后，仔细想了想你跟我说的话，发现你记错了。特克斯草原上只有一只狼，没有2只，而这只狼才是草原上真正的主人。就算是孤独至死，也不会放任其他野狼。
在他的草原上横行。故决定了，由纳林与侯将军担任戍边大将一职。文归，你就留在朝堂辅佐我，一样可以保乌孙昌平。退朝。没想到到了最后，他还是不信我。这几日在大牢里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，不管多么韬光养晦的积累，昆弥不想让你有，你就什么也不能有。我们的命始终不能由自己。不过，不要丧气。人生之路漫漫兮，非一朝一夕定输赢。我并没有想要定输，我只想要一走了之而已。这世上哪有一走了之的事啊？皇家无情啊！但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，只要活着，这土地、这宫殿、乌孙的所有，终将都会是你的。我不要所有，我只要我想要的。还好这段时间气候干燥，不然公主这膝盖会落下风湿的病根。公主，你也太老实了，你怎么能珍贵啊？昆明不在，你就偷懒呗。冯姑娘在外面不是有很多生意要做吗？怎么一天到晚往宫里跑啊？多一个人陪我，可以解解闷。就是。哎，公主，不如我搬进来陪你呀。搬进来？对啊，做生意虽然有趣，但是我想过了，如果公主能收留我的话，我愿意当公主婢女。你若想来，随时可以来，何必要做婢女呢？我觉得当婢女挺好的，看阿彩姑娘就知道了。再说，如果不当婢女的话，就没有资格长留在宫中了。宫里没有外面自由自在，你要是想来你就来，可是，一想到宫中险恶，又有点不忍心。你放心吧，公主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你收留我吧。那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就来吧。你功夫这么好，就跟怀大人一起做我的贴身护卫。可是，一想到宫中险恶，又有点不忍心。你放心吧，公主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你收留我吧。那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就来吧。你功夫这么好，就跟怀大人一起做我的贴身护卫。要是想出去，就找侍卫长给你开出入令吧，好吗？多谢公主。昆弥到。参见昆弥。哟，你这儿好热闹啊！哦，是国医在照料我的膝盖。能走吗？不碍事，能走。那就陪姑走走吧。昆弥，你可是有心事啊？姑的心事何其多呀！
那不如说出来，让我为你分担。解忧试验。好，夫人别紧张。这是什么花呀？为什么这么美？这是火凤凰，安南王送给汉帝很多，就种在梨园。你在那儿长大，没见过这花吗？解忧自小就不爱花，所以未曾留意。其实这花不适合种在乌孙，都是翁归，他太执拗了，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种活了。翁归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呢。比起姑，他确实是个自由自在的人。可是我觉得，昆弥的生活倒是多一份潇洒。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评价我的生活。翁归是自由自在，但是昆弥的洒脱却是无拘无束。虽然平日你忙于政务，活动范围小之又小，可是你的心却从来不受拘束，爱了便是爱了，恨了便是恨了。右夫人，你错了。其实我才是这宫中最不能掌握自己爱恨的人。为了朝政，为了平衡，有时候即使我再恨一个人，也要对他宠幸有加；相反，即使我再爱一个人，也只能故意远离他。后宫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在朝堂呢？就像我跟翁归虽是兄弟，可这次我也只能拒绝他戍边的请求。夫人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昆弥，何事？常山西侯在御书房求见，好像是为了秋寿一事。秋寿？什么是秋寿？就是一场鸿门宴。好了，你在这儿自己转转吧。我要去办朝政了。为何老天要如此捉弄我们？在我们相爱之时，狠心拆散我们；在我们已经接受分离之时，却又将他留下。我以后该如何面对他？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想该如何面对我？你曾经让我认命，我也照做了，可是命运还是把我们两个带回到这里。解忧，当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时候，就不要多想。我只告诉你，到最后，你还属于我。你胡说什么？随身带着的，有些东西你这辈子都丢不掉。我现在就扔了它。你扔啊！你舍不得扔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解忧，我们都得认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造反，我会好好的辅佐昆明。在一切都属于我之前，
我会好好的活着。这到底算什么？这算什么？这算是时间和真爱的竞赛吧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跟你赌。赌？就赌这颗真心。诚邀昆迷一同到我巴尔喀什湖东部草原狩猎。一派胡言！这片草原明明是我乌孙的，什么时候成了匈奴的？他有何证据？信上单于也说了。接着念。匈奴与乌孙本就是一家。早在列焦弥被老单于收养时，老单于出于对列焦弥的疼爱，把这片草场送给了列焦弥。怎么是送啊？明明是还啊！大肉之当年抢占我乌孙的时候，列焦弥尚在襁褓之中，匈奴才有机会占了这片草地。列焦弥从匈奴回来的时候，大单于明明把这片草地归还给了乌孙，这事早有定论，怎么今天又拿出来胡搅蛮缠？而且最近匈奴牧民几次入侵骚扰我乌孙牧民，戍边大将军跟我说了多少次，我一直迟迟不发兵，就是看在老单于当年收留我祖父的份上。可是他们不能这么得寸进尺。昆明请息怒，小侯也不知道信里写的竟然是这个，我只是见了单于的信使。信使呢？信使给左夫人请安后就回匈奴了，我可以马上派人把他追回来，但是单于那儿怎么交代啊？接着念。上次书信邀请昆弥没有答应，此次望昆弥不再推脱，并邀请昆弥的左右夫人同往。他是怕我把他的宝贝女儿扣起来当人质吧？昆弥，信里面说的是要左右夫人一起同行。左右夫人啊，他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看，这信中说。若是昆弥狩猎赢了，愿把草场作为礼物送给昆弥，但一定要2位夫人到场观赛，缺一不可。好啊，既然他不仁，我也不义。传我的令，通知大渊、燕齐、修辞、姑墨的王军一起观赛。只要我军须弥赢得这场比赛，那么巴尔喀什湖东岸的所有草场将永世归我乌孙，与匈奴永世无关。小侯明白。老兄，不就是一块草场吗？至于你这么焦虑吗？你是不知道，这片草场是祖父最珍爱的，因为它记录着我乌孙的兴衰。当年祖父为了要回这片草场，当着老单于的面，咬下了自己的拇指，给老单于喂狼，才要回了他。没想到这回匈奴人出尔反尔，若真要被他们得逞的话，我怎么对得起祖父的英灵，又怎么对得起我乌孙的祖先呢？王兄，你就放心好了，这次狩猎有我跟你一起呢，我们兄弟2人齐心，一定能够赢得这次秋狩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右夫人到。解忧给昆弥和左大将军请安。免礼，来，到我身边来。文贵，坐呀。这么晚召我来，可是有急事？文贵啊，
这件东西，你可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。王兄，这把匕首还是小时候你送给我的，你应该比我更熟悉它。是啊。可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跑到解忧这儿去了呢？当时是这样，王兄，你不是让我去迎接公主吗？我刚刚救下公主，就想说把这匕首交给她，让她防身。哪知道公主她不还我了，我也不好意思问公主要。后来我仔细一想啊，这匕首本来就是王兄的，当时给了我，现在再给他的女人也是对的。以前这把匕首，王兄拿来保护我，现在拿来保护自己右夫人，这匕首啊更有意义了。我这只是算借花献佛。是这样吗？当日翁归把匕首给我的时候，情势紧急，也没有来得及告诉我这把匕首的来历。今日才知道，他带着昆弥的爱意和威严。那你就更应该保管好它。我看昆弥今晚一直心事重重的，难道都是为了这次秋寿？匈奴表面和善，虽有乌孙和亲，其实却是虎视眈眈，视乌孙为鱼肉。这次狩猎不会那么简单。当年你是怎么得到那把匕首的？你干嘛逃？有狼追我，为何不杀？我怕。你是男人，你不是有短刀吗？啊，我的刀好像丢了。男人的兵器就是他的手臂。一个失去兵器的男人，就如同失去双臂，无法保护自己；而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人，就不配活着。谢谢哥哥，不要再弄丢你的兵器了，懂吗？当年的事情，昆弥一定不会忘记。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在怀疑。怀疑什么？怀疑我爱你。除非你遇到一个像你一样，需要学会保护自己的人，你也可以把这把匕首给他，让他知道遇到困难不要躲避，要学会拼杀反抗。哥哥，我不会把它弄丢了，一定不会。也许你会把它送给你喜欢的女人。我没有喜欢的女人。以后会有的，男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女人。昆弥，哎，夫人怎么来了？啊，来坐。我给你熬了一些银耳莲子，
汉人很喜欢喝莲子汤，因为清热去火。刚才我离开的时候，听穆哈兹说，你还有好多奏折没有批阅，心想，你又要秉烛夜读了，所以赶紧给你送一碗，尝尝。多谢夫人。怎么样？真好。有劳夫人费心了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昆弥，我知道，每个人都有双重的身份。恕解忧直言，作为丈夫，你活得有点累了。解忧知错。解忧的意思是说，这双重身份有点意思。那此时此刻，是不是以解忧的身份来见我的？是您的右夫人。昆明，臣欲勿矮，群压其，此非吉兆啊！生死自有天定。我们这些凡人，只要抱着敬畏之心，顺从便是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拿回先人的草场。公主，大单于飞鸽传书。参见昆明，单于早已备好酒宴，恭候多时。我跟翁归去就行了，你们回大帐。走，撤，撤。这帮畜生，分不清主客了是吧？这是我们乌孙的草原。莫哈兹，前去。
久违了，我等也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小婿照顾不周，惭愧啊！你我都是一家人，就不分什么主客了。对了，我的宝贝女儿呢？啊，一路车马劳顿，现在在帐内，等她梳洗好了，再让她来见你吧。好。启禀二位夫人，大单于请二位夫人到营帐休息。大单于向左夫人问好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的右夫人，大汉和亲公主解忧。解忧见过，大单于。我早听闻解忧公主骑射过人，今天一定要见识一下公主的英姿。单于过奖了，解忧的骑射技术，在大汉公主里还排不上名号。公主过谦了吧？父王，虎姑叩见父王。免礼免礼，爱女别来无恙啊。多亏昆明照顾。不过，一会儿我为昆明设宴接风，你和右夫人要不要为我们表演一下骑术，助助兴啊？妹妹这身行头，倒是挺惊艳的。姐姐过奖了。骑马向来都是我们匈奴女子的强项，不像汉人女子，从不出闺门。妹妹这身行头虽然可人，但是要论骑术，姐姐就不敢恭维了。哎，不过，你这话说的为时过早。解忧公主的骑射美名，你难道没听说过吗？听倒是听说过，就是没见识过。那解忧今日就献丑了。先夺得骑者赢，中途坠马者后夺得骑者输。两位夫人做好准备，比赛开始。没想到右夫人骑术如此精湛，
我早说过，右夫人善骑射马。汉帝能如此教育自己的公主，实属罕见，真让人钦佩。父王也是因为见识到了匈奴骑兵的强盛，才反思汉军的不足。其实解忧的骑射技术不算精湛，还有很多大汉公主比我厉害很多呢。右夫人今日让我大开眼界，说吧，要什么封赏？解忧希望以后后宫的女眷可以同来狩猎。这叫什么封赏啊？我是问你，你要什么？昆明有所不知，后宫女眷犹如笼中之鸟，虽然生活在这片草原上，却不能感受草原辽阔的自由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东西呢？说得好，姑答应你。谢昆明。今天我们刚到草原，一路舟车劳顿都累了，不如先回大营休息。明日狩猎大赛正式开始。走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这鱼。有什么话你快点说，我还要回去呢。你说啊！说话！到底怎么了？你就那么想得到昆明的信任和宠爱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顾一切的去抢夺红旗，就是为了赢得比赛？赢有错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从马上摔下来，什么后果？我不会的，我有把握。你有什么把握？以前在戏班子的时候，所有马背上的杂耍我都练过。这是杂耍吗？总之，我有把握。愚蠢！你一味的想赢，想要昆明赢得比赛。你甚至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，我就是为了昆明比赛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不比胡姑差。你这么做跟后宫那些争宠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不单单是为了争宠，我还要让单于知道，我大汉公主在不擅长的地方，也不输给匈奴人。我做错了吗？我不许你为别的男人赢。我不许你再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。喂，你别走，等等我！喂，你等一下我！喂，喂！
解忧，你去哪儿了？晚宴就要开始了，我到处找你呢。我带西极马去喝水了。哎，这不是温归殿下的马吗？父王，您真的要？怎么？你怕了？没有，虎姑只是觉得你是真的爱上他了。父王，我没有。哼，织女莫若父。虎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您要在这个时候杀昆弥呢？因为他越来越不听话。可是杀了昆弥，温归就会接过乌孙大旗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更不利于匈奴在西域的地位？我不会让温归称王的。杀了军须弥，下一个就是温归。那杀了温归，我们就能收复乌孙吗？不，我会让你的儿子成为乌孙的昆弥。我的儿子？可是我还没有。你现在没有，不代表真的没有。父王的意思是，杀了昆弥，然后让我谎称腹中怀有王子。不愧是我的爱女。父王，此事太过冒险，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要你有，你就会有。放心吧，父王一定会把你嫁给一个真正配得上你的人。谢父王。好了，不要在这儿待得太久。军须弥可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。解忧给昆弥请安。免礼，来坐吧。谢昆弥。上次夫人为姑研墨甚好，这次叫你来，也是想让你为姑研墨。解忧不甚荣幸。昆弥，想不到在这里，你还有这样的雅。你能够如此自律，姑十分欣赏。出来狩猎原本就是为了高兴，在这么高兴的日子里，姑怎么会责罚夫人你呢？来，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吧！啊，起来。谢昆弥。左夫人，你来为姑添香。右夫人，请继续研墨。是。殿下，阿彩。殿下。啊，怎么？你的马我帮你收好了。啊，多谢。殿下，你的马怎么是我们家公主骑回来的？啊？是吗？我说这畜生自己跑哪儿去了呢？我正找他呢。好。右夫人，你来射一只试试。好。
昏迷他力大无比，他的功当然是紧，只怕是不适合右夫人的手力吧。对呀，姑突然想起来了，昨天姑让右夫人研磨至深夜，今天手腕肯定是酸痛无力。夫人，莫怪姑啊。我看你累了，还是回帐内休息吧。解忧不累。既然右夫人不能陪同我们一块儿狩猎，那就请右夫人在原地休息，等候我们比赛的好消息吧。我说陈鱼啊，你让我的右夫人在这太阳底下暴晒，姑可要心疼啊。单于也是一番好意，不过解忧并不想任何人看不起乌孙的右夫人。右夫人果然是女中豪杰，不过我倒想看看右夫人是如何协助昆弥争得荣耀的。不过我现在还想看看昆弥精湛的射术。那可要令大单于失望了。父王说过，真正继承他剑术的并非是姑，而是翁归。哦，翁归将军，我早听闻翁归将军一箭双雕。怎么样？今日让大家见识一下，给我们露一手吧。好，那翁归便恭敬，不如从命。好一个一箭双雕！